石先生，您如何看待目前俄乌两军在库尔斯克的攻防态势？双方各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就目前的攻防态势来看呢，基本上开始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了，也就是说达成一种平衡了，但是不稳定。因为呢，乌军现在它最大的优势啊，就是打了俄方一个措手不及，还有一个它投入的都是精锐机动作战部队。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后勤。我们可以看到，在库尔斯克，乌军的这些装甲车辆啊被俄军摧毁之后，都很容易发生殉爆。这个殉爆的比例啊，远远高于乌克兰战场。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乌军坦克装甲车辆呢，在进攻作战的时候，携带了额外的弹药还有油料啊，就是因为呢后勤跟不上。那么俄军呢，就是前边最大的劣势呢，就是根本在边境上没有做任何的防备。边境地区啊，既没有反坦克障碍物，也没有布设地雷啊，更没有什么有效的部队。还有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相比啊，它现在呢，它没有进行总动员，甚至呢连局部动员都没有，这使得呢俄罗斯在人力优势它没有充分的发挥，也就使得俄罗斯啊始终处于这种跟乌克兰呢在纠缠、在打消耗战这种状态。日前呢，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呢，特别军事行动的范围啊，必须推进至敖德萨、哈尔科夫、还有尼古拉耶夫、基辅以及更远的远方。赵女士，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表态究竟释放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梅德韦杰夫呢，他曾经多次放狠话，包括使用核武器呀，对西方这个全面战争呀等等。但是实际上呢，对于俄方来说，要把乌军赶出去，这是最紧迫的一个任务。在乌东地区呢，顿巴斯地区呢，他恐怕还要保证现有的利益不能损失啊。那至于未来啊，这个梅德韦杰夫提到这个奥德萨呀、哈尔科夫等等啊这些地方啊，我觉得短期内他是很难做到的啊。当然他也有这种愿望，这也很自然的。打了2年多了，俄方打起来很艰难，这个是恐怕很难做到。现在外界呢确实也有不少疑问，就是面对2战以来外国军队对俄罗斯领土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进攻，俄罗斯为什么表现得如此被动？这是否也暴露出俄罗斯内部存在一些问题？石先生怎么看？在俄罗斯看来，你乌克兰呢在主战场上你都是被我打得节节败退，你哪还有什么兵力啊再去冒险突入到我本土？那你这个不是让你前方的这个战线变得更差劲吗？这种对敌人的轻视、心态上的这种发飘，那就导致呢俄罗斯被乌克兰的这次狠狠地打了一闷棍。乌克兰的这一把打了之后立马就上热搜了嘛。你看这10天下来一直在热搜上，搞得俄罗斯呢在前线取得了那么大的进展，它实际上已经在战略层面逼近到红军城了嘛。按理来说局势已经对乌克兰危险到这种程度了，但是乌克兰呢还是出手了，它是成功的把舆论吸引过去了。使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现在取得的任何成功都不顶用，你在舆论上呢，它就是扭转不了你舆论上的被动，而且呢，这还在俄罗斯老百姓心里边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杨先生，据您的观察，俄罗斯国内能够以及如何消化或者化解这次冲击？普京实际上在这次库尔斯克陷于被动之后，他采取了3个行动。第一个就是在舆论上本身自己也在做这个动员，大量的所谓的针对乌克兰的宣传，然后进行针锋相对的一些反宣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他已经明确的公开宣布暂停所有的这个和谈。那么也就是说，你泽连斯基不是说发起这个库尔斯克的这个战役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筹码，我跟你都不谈判了，那相应的你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这也是一种办法。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军事上，军事上呢实际上还不光是在库尔斯克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反制，它除此之外，同时其实它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同样在乌东的在顿巴斯地区，它继续在这个进军，所以用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就看谁的这个韧性更强，谁能够支撑到最后。这3条办法，我觉得目前都还是相对还是比较有效的，所以还要再继续观察。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日前透露，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外来士兵中，除乌军外，还包括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所以到处都能听到波兰语、英语和法语，其中大部分人已被消灭。他认为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由北约司令部领导，打着雇佣军的旗号，背后实际上是由美西方策划实施的。
然而，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记者会上却表示，乌克兰没有提前告知美方此事，美方不知情也没参与。但是8月15号，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披露，乌克兰与其美西方伙伴军队之间是讨论过跨境攻击计划的，只是没有在公开层面讨论过。因此，美西方官员声称他们事先不知情的说法不准确。其实，美国总统拜登都亲口承认，过去一段时间，他每4到5小时都会听取一次乌克兰行动的简报。在乌军越境开展行动之际，拜登政府表示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持开放态度。据报道，拜登政府考虑向乌提供 AGM-158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该系列导弹可由多个型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发射，基本型射程370公里，增程型射程超过1000公里。如果美方最终批准，并能够与乌军获得的 F-16战机有效整合， AGM-158导弹将成为乌空军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武器。拜登政府一名官员透露，目前正在研究复杂细节，包括审查敏感技术的转让，以及确保乌战机能够发射重达2400磅、携带1000磅弹头的导弹。实际上，过去几个月里，乌方一直敦促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同意向乌运送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据悉，该导弹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目前只与少数亲密盟友共享，是一系列曾被视为禁止向乌克兰运送的尖端武器之一。如果美方真的同意对乌克兰输送远程空射巡航导弹，那将对俄罗斯境内防线背后的重要目标产生重大的威胁，尤其是俄方的机场、弹药库等军事设施，以及油料库、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和指挥作战中心等指挥枢纽设施。美西方的红线肯定是后退了，因为美西方的战略目标是通过俄乌冲突拖垮俄罗斯，或者是在一些关键能力方面瘫痪俄罗斯，所以会一步步的试探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8月12号，美国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卢门萨尔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访问了乌克兰，表达了对乌军越境袭击行动的支持。出身美国空军的格雷厄姆是共和党内的乌克兰铁杆支持者。他在与泽连斯基等高级官员会面后，对记者表示，库尔斯克行动大胆、精彩、漂亮。此外，有英国消息人士透露，乌军已使用英国提供的挑战者2坦克在俄境内开展行动。虽然英国国防部尚未就此发表评论，15号，英国重申，乌军明确有权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进行自卫。同一天，加拿大国防部声称，加拿大对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的使用没有设定地理限制。据加拿大政府网站显示，加拿大在2029年之前向乌提供豹2主战坦克、装甲支援车等。不过，尽管西方各国在用西方武器打击俄本土的政治红线上屡屡退让，但也并非全无顾忌。俄方此前曾警告称，如果任何西方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境内纵深，俄罗斯将向世界其他地方使用类似武器打击西方军事资产。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最早对乌军援国，英国再次拒绝乌克兰在库尔斯克使用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美方也仍未允许乌方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攻击俄境内目标。8月18号晚，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点名美英法，要求加快武器供应。他说，战争期间没有假期，需要及时为已宣布的援助计划提供后勤保障。我特别向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这一要求。外界注意到，这次要求加快攻武，泽连斯基没有提到德国。事实上，就在前一天，德国执政联盟就削减开支达成一致，对乌援助将削减一半，减至40亿欧元，以优先满足其国内支出需求。由于本年度的援乌预算已经用尽，明年援助计划已经超额，这意味着德国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分析认为，德国对乌援助的改变可能产生联动效应，导致欧洲国家改变援乌模式。不可否认的是，援乌已成经济负担，欧洲国家已不堪重负。近日，针对2022年9月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西方舆论场出现一种声音，称这一事件是由乌克兰实施的。
消息指出，当时由6名乌克兰现役军人和商人组成的团伙租用游艇和深潜设备等装置，通过让一名经过潜水训练的女性平民加入等手段进行伪装，在海底天然气管道安装高性能炸药，成功实施爆破，以报复俄罗斯在当年2月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更有报道以德国警方、荷兰情报部门和多名匿名人士为消息源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初批准了这一破坏计划，随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要求下下令终止。但时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继续推进并成功实施了这一秘密计划。扎卢日内对此予以否认，他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无权执行海外任务，对他的指控是挑衅。值得一提的是，去年2月，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爆料，北溪管道被炸是由美国情报部门策划。有分析指，此时出现所谓北溪爆炸案出自乌克兰的声音，很有可能是要把矛盾焦点再次聚焦到俄乌本身，令矛盾激化。乌军打进俄罗斯，美西方的态度很微妙。美国表示事先完全不知情，但是呢，这次行动又在美国的可接受范围之内。他怎么可能？比方说，第一，这里边有大量的雇佣兵，那些外方军呢也包括讲英语的呀，那有可能是美国的退役的这个，甚至是现役的这退下军装都有可能。第二个，这么大规模军事行动，没有好的军事情报的足够支撑，怎么能行呢？显然也说不通。如果你想没有美国和北约的这个空中的卫星啊等等这方面的军事情报信息支撑，也做不到。还有呢，一个很关键的点呢，就是美国在相当的情况之下，可能他在政治上也需要，特别是拜登政府，因为作为拜登政府的最大的竞争者，就特朗普有可能卷土重来，而卷土重来，他已经放话说，我可以在1天内结束整个乌克兰战争。那怎么样才能给哈里斯去在关键时刻给予助力呢？那么显然，乌克兰这个行动如果行动并且最终取得成功的话，牢牢地守住了这个库尔斯克的话，那么对美国民主党政权显然是个重大的加分项，在大选的关键时刻是有用的。就是在乌军突袭库尔斯克之后，这短短的10天之内，哈里斯的支持率蹭蹭蹭往上涨，现在已经是超过那个特朗普了，特别是在摇摆州，这是哈里斯可以说是坐到那儿，天上给他掉下来的一个很大的机会好处。有意思的是呢，就在乌克兰攻入俄罗斯的当口呢，西方舆论爆出消息，说是乌克兰策划实施了2022年9月的北溪管道爆炸案。那么在乌军攻入俄罗斯的情况下，西方突然翻出了北溪的旧案，这是巧合呢，还是在玩什么游戏？石先生怎么看？这个应该说是互相进行的一种配合吧。现在的这个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呢，对乌克兰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事情，至少在舆论方面呢是这样吧。那么像西方呢，现在赶紧就把这个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事呢给乌克兰头上一栽，反正一切呢都你来背着吧。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减少欧洲还有美国的这种压力。这是美欧呢再进一步摘清自己的责任。而且为什么甩到扎卢日内身上？因为呢扎卢日内现在失势了，他已经在乌克兰呢就可以说边缘化的一个人物。那扎卢日内和泽连斯基的关系又不好嘛，之前呢他之所以能够呢被免去乌军总司令，当时乌克兰媒体呢不断的在报，扎卢日内和泽连斯基在政策方面发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分歧。那现在好了，那既能够呢帮乌克兰呢去进一步打压一下那个扎卢日内，同时还能给自己呢甩锅。这样一来的话，欧洲还有泽连斯基政府各取所需。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可以集中体现当前西方和这个乌克兰在进行复杂博弈的这样一个案例。对，因为如果没有库尔斯克战役，也许这个事不被翻出来。之所以翻出来呢，是因为这个实际上尽管西方看起来也是得利的，但是毕竟是这个乌克兰试图谋求自己更多的战略主动，然后能够去塑造西方的无论是援助乌克兰的议程，还是更进一步的将来的乌克兰和平的这个议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想一想，本来是一个相对的是一个更多的依附于西方的羽翼之下的，更多的这个是执行西方的这个总体战略布局的这样一个角色，突然开始有更多的主动性了，那是不是有点担心？万一他继续发挥主动性，然后不停地再继续突进，然后出现一个西方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所以呢，他一定要想办法给他防止他成为一个脱缰的野马，要给他套上一个缰绳。而这个事件呢，又是刚好
保留了一定弹性的，就是西方要想控制，就使得这场库尔斯克战役变成一个俄乌冲突当中一个可控的一个进程，绝对不能让放任演变成直接，比方说，因为乌克兰的操作失当，然后最后演变成美国和北约不得不直接下场，那样的情况就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8月15号，乌克兰方面表示正在推动与俄罗斯谈判，用乌军在俄库尔斯克州俘获的俄方人员交换被俘乌方人员事宜。有报道称，自2022年2月以来，俄乌时常交换战俘，最近一次7月完成。乌方称，冲突爆发以来已有3405人被俄方释放。有观察指出，虽然俄罗斯外交部宣称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动恐怖袭击，导致双方和谈话题将会长期暂停，但若能推进战俘交换，则显示双方对话和谈判的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也是对紧张局势的微妙平衡。此次乌军越境袭击库尔斯克，双方都不约而同提及谈判筹码。普京一开始就说，对库尔斯克州发起进攻是乌克兰试图为谈判争取更多筹码。泽连斯基的表态则更加直接，乌军仍在库尔斯克继续推进，乌方的谈判筹码增加。13号，乌方发布了一段小视频，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通过视频连线向泽连斯基汇报前线战况时称，乌军已经掌控了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土地。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а данный час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находится близко 1000 квадратных кілометрів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По-друге, дякую, що поповнюєте наш фонд обміну. Це важливо, зможемо. 外界认为，泽连斯基口中所谓外汇基金，指的就是俄罗斯土地，因为在他看来，乌军所占领的俄罗斯土地以后可以用来交换俄掌控下的乌东地区。此外，日前还有消息称，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州的突然进攻破坏了卡塔尔促成俄乌双方进行秘密谈判的努力。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俄乌双方相互打击对方的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彼此都不堪其扰。按照原计划，俄乌双方将于本月派遣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由卡塔尔作为调解人，就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进行秘密谈判，以停止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为两国提供喘息机会。卡塔尔方面表示，就这次秘密谈判已与俄乌双方讨论了2个月，一些参与谈判的人士还希望能够达成一项更全面的协议来结束俄乌冲突。然而，库尔斯克事件后，俄罗斯人犹豫了。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回应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俄罗斯与基辅当局都没有就民用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进行直接或间接谈判。此外，他还指出，对包括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库尔斯克核电站等设施构成安全威胁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行动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共谋。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此次乌军的越境打击行动，有关核安全的话题再次被高度聚焦。库尔斯克核电站被俄方认为是乌军此次行动重要目标之一。当地时间8月18号凌晨1时40分，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导弹警报响起。随后，其所在的库尔恰托夫市上空先是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疑似防空系统拦截的声音。1分钟后，人们听到了剧烈的爆炸声。库尔恰托夫市是一座核科学家之城，距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边境城镇苏贾约90公里。1天前，俄国防部曾发表声明称，基辅在西方的支持下打击库尔斯克核电站的计划，直接违反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一旦乌方展开打击行动，俄方将会立即采取强硬的军事和军事技术措施。另外，据卫星图显示，几天时间内，俄军已在库尔斯克核电站前修筑了防线，挖出一条长约5公里的大型反坦克战壕。这种战壕能阻碍坦克进行进一步突破。当下，俄罗斯也正加紧征召工人在库尔斯克地区修建防御工事。挖沟工的招聘广告开始出现在招聘网站上。自从乌军攻入库尔斯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宣称乌方的谈判筹码正在增加。那么，攻入俄罗斯本土到底能够给泽连斯基带来哪些谈判筹码呢？杨先生。你看这个泽连斯基用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词，正在增加。也就是说，筹码其实之所以现在看到正在增加，是因为库尔斯克战役
这个爆发之后啊，然后已经10来天的时间里面，其实俄罗斯并没有能够呈现出一种强大的战斗力，然后把乌克兰军队从这片土地上给驱逐出境。第二个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俄罗斯从来不认为这是一场跟乌克兰的一个冲突，而是和乌克兰背后的整个集体西方的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冲突，而是看着所有的一切因素都应该是背后应该是华盛顿来决定。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泽连斯基来讲，通过库尔斯克攻势，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提升他作为一个未来潜在的平等的乌克兰俄罗斯的这个对话的谈判的一个对象，这个因素它的分量显然是增加了啊。当初之所以西方也好，俄罗斯乌克兰国内也好，越来越多倾向于接受这个更多的去接受土地换和平这种想法，其实呢，对这个局面是对于泽连斯基政权来讲是不利的。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实际上就使得土地换土地成为一种可能的选项。从总体实力对比来讲呢，就是乌军这把突袭呢，它没有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也没有去对战局呢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乌克兰的筹码呢，实际上看着它有筹码，但这个筹码呢，拿着是不稳定的。那看哪儿呢？就是俄罗斯怎么去应对。如果是俄罗斯出于政治和舆论上的这种考虑的话，那它呢就是可以抽调重兵啊，特别是把顿巴斯地区的非常能打的这些精锐作战部队抽调回来一部分。那这些野战部队啊，如果回来的话，那以乌军现在的这点兵力，即便是他继续增兵，没有坚固的筑垒阵地，仅靠野战防御工事，以及呢后勤还不稳定，那这样在俄军精锐机动作战部队的打击之下，他很难守得住。但是呢，这样一来的话，会对俄罗斯在整个主战场的布局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是从军事角度来讲，其实呢，俄罗斯还真的是像现在这样，压根儿不着急，我就是利用我这片本土去消耗乌军。那实际上呢，对俄罗斯来说，长远看，在战略上起到的作用更大。那么现在乌克兰的举动，在俄罗斯眼中是不是一种远离谈判桌的这样的行动？普京明确说，第一，你不是合法总统啊，你泽连斯基你现在没有这个合法性，你跟我谈什么？第二呢，就是你2022年10月你出台的法律，你是说不跟我谈的啊？那你这法律还在，对你没撤销，你说什么谈判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空话，最重要的就俄罗斯说你得在现实的基础上谈。这6月份普京总统就说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占着这些地儿呢，我不可能放掉的，你得承认这些，就是说我占的这些地方属于我。另外呢，他这个发动这个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你不能加入北约，啊，这些地方这些重要的核心诉求，如果你不让步的话，那我们没得谈。更何况你现在进入到我本土了啊，我怎么可能让你增加谈判筹码，然后顺着你的意思去跟你去讨价还价呢？那么乌军这次行动是否也有可能促使俄方进行某种调整？赵女士，您怎么看？我觉得总体上，俄方认为他占着优势呢，而且呢，他认为就是从这个2023年9月份以后呢，俄方这个信心在增强，他认为时间在他那一面，就你乌克兰拖不起啊，你的兵力是有限的，你的装备呢取决于西方，你自己生产这个能力很难短期内建立起来，跟我达到一个对等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是拖得起，你拖不起的。而且整个的国际局势可能也在发生啊，俄方认为会发生有利于他的变化。对啊，而且这个美国大选以后政策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呢还都是保持一种谨慎观望的一个状态。在这之前，谁呢也不确认现在是自己一个最大利益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时机。所以我觉得俄方呢是在战场上是要取得进一步更大的优势，是他的政策重点。那谈判呢是你同意了我这前面这些利益诉求，我才能够去跟你谈。